近段时间以来，美方包括国务卿布林肯、中央情报局局长伯恩斯在内的一众高官频繁炒作中国可能向俄罗斯提供武器。但可笑的是，这些美国政客也不得不承认，他们的这一说法并没有实际证据的支撑。不仅如此，美国还以涉俄因素为由制裁中国企业。外交部回应表示，美方行径是典型的非法单边制裁和长臂管辖，中方已向美方提出严正交涉。Well, we're confident that the Chinese leadership is considering the provision of lethal equipment. We also don't see that a final decision has been made yet, and we don't see evidence of actual shipments of lethal equipment. 当地时间26号，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伯恩斯在哥伦比亚广播公司面向全国节目中，无端炒作中方将向俄罗斯提供致命性武器，并妄称这么做对中国来说将是非常冒险和不明智的赌注。同日，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沙利文也发出了类似的警告，声称美国已私下警告中方为俄罗斯提供援助的严重后果。深圳卫视注意到，仅26号一天内，沙利文就接连在至少3档美国电视台的节目上露面，而就同一议题发表的说辞也近乎相同。We have at this point not seen them take the step of providing weapons to Russia for purposes of the war in Ukraine. We are watching closely.We know they haven't taken it off the table, and we are sending a clear message, as are our European allies, that this would be a real mistake. We haven't seen them do it yet. We actually haven't seen them take a final decision to provide the aid to Russia, and we haven't seen the aid be provided to Russia. So we will watch carefully, we will be vigilant, and we will continue to send a strong message that we believe that sending military aid to Russia at this time when they are using their weapons to bombard cities, kill civilians, and commit atrocities would be a bad mistake, and China should want no part of it. 即使沙利文承认美方没有看到实际证据，但他仍在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国情咨文节目中还警告说，中国必须自己决定是否为俄方提供军事援助，但如果往这条路走，中国将付出真实的代价。 If China does go ahead and give the lethal support that your intelligence shows they're considering giving to Russia, can you please be specific about how the U.S. would respond? And I would prefer to keep our messages to China on this question, what the consequences would be. President Biden has said previously, we're not just making direct threats, we're just laying out both the stakes and the consequences, how things would unfold, and we are doing that clearly and specifically behind closed doors. 本月18号，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也在接受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访问时表示，美方对中方向俄罗斯提供致命性支持的可能性表达深切关注。还有美国政府高级官员向《华盛顿邮报》表示，中国有能力成为游戏规则的改变者。该官员说，俄罗斯存在弹药不足的问题，但中国的军火制造能力正好可以弥补这一点。不过，美国总统拜登近日在接受美国广播公司采访时就表示，他不认为中国会向俄罗斯提供武器。I don't anticipate, we haven't seen it yet, but I don't anticipate a major initiative on the part of China providing weaponry to Russia. 深圳卫视注意到，除了布林肯、沙利文和伯恩斯的讲话都是在中方于24号发布关于政治解决乌克兰危机的中国立场文件之后，而中方在文件中明确提出，各方应保持理性和克制，不拱火浇油，不激化矛盾，避免乌克兰危机进一步恶化甚至失控，支持俄乌相向而行，尽快恢复直接对话，逐步推动局势降级缓和，最终达成全面停火。但美方仍在毫无证据的情况下炒作中方将向俄罗斯提供所谓致命性武器，显然是一种毫无底线的对华抹黑行为。这个时候呢，把中国推到一个所谓的跟美国或者是整个西方阵营对抗的这么一个决策上面，似乎是美国方面用来说服其他国家的一个好的手段。那么这个手段，我觉得可能跟之前美国一贯的去炮制中国威胁论的方式是相辅相成的，或者是一脉相承的。但实际上，我们看到中国现在已经公布了自己在乌克兰危机上面的这个相关的这个政策和方案，希望相关的冲突各方能够尽快的这个能够促和的一种态度，我觉得是表述的很明显的了。对于美方的无理指控，中国外交部近来已经多次驳斥。
19号，发言人汪文斌就回应指出，向战场源源不断提供武器的是美方，而不是中方。美方没有资格对中方发号施令，我们也从不接受美国对中俄关系指手画脚，甚至胁迫施压。中方在乌克兰问题上的方针归结为一句话，就是劝和促谈。究竟是谁在呼吁对话争取和平，又是谁在拱火递刀鼓动对抗？国际社会有目共睹。27号，发言人毛宁再次针对美方的相关言论予以坚决驳斥。毛宁指出，中国在乌克兰问题上坚持客观公正立场，积极致力于劝和促谈，推动政治解决，而美国却不断拱火递刀，迄今已向乌克兰提供超过320亿美元的军事援助，其中包括大量的先进武器装备。就在几天前，美方又宣布将向乌克兰提供新一轮价值20亿美元的军援。美方一边变本加厉向冲突一方输送武器，导致战事绵延不绝，和平遥遥无期，一边却频频散布中国向俄罗斯提供武器的虚假信息，这是赤裸裸的霸凌行径和双重标准。美方无权对中俄关系指手画脚，我们绝不接受美方的胁迫施压。美方不但一直在乌克兰战场输送致命性武器，还违反中美3个联合公报的规定，向中国台湾地区不断出售先进武器。美国到底意欲何为？应该向世界做出交代。事实上，作为俄乌冲突当事方的乌克兰，也对所谓中国对俄提供武器一说予以否认。该国情报部门的消息称，俄罗斯没有来自中国的武器援助。美国去炒作相关的问题，还是为了给自己向这个乌克兰方面去提供这些在现有的军援军贸规则里面完全不应该提供的装备去制造借口。第二呢，就是试图把这个问题，或者说把一些美国现在准备在比如人工智能或者无人机方面的一些这种技术壁垒，伪装成这个意识形态方面的壁垒，就是有可能我们说在未来美国方面会完全无理由的对一些中国的这种相关的技术公司进行指责，进而把这些指责扩大为一种比如说制裁。还有呢，就是美国方面确实很担心俄罗斯方面获得比如在无人机和弹药方面的外部的支援。当地时间24号，美国商务部还宣布将5家中国企业列入制裁实体清单，理由是这些企业对俄罗斯的军事和国防工业基础有着显著贡献，妄称其介入与美国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利益相违背的活动。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27号回应称，美方的行径没有任何国际法依据，也没有安理会授权，是典型的非法单边制裁和长臂管辖，严重损害中方利益。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已向美方提出严正交涉。我们敦促美方反躬自省，从世界各国的共同利益出发，做缓和局势、劝和促谈的事情，同时停止散布虚假信息，撤销对中国企业的制裁。中方将继续采取必要措施，坚定维护中国企业的合法权益。好，稍后就马上来连线特约评论员管瑶。管小你好。美总统国安事务助理沙利文与中情局局长伯恩斯周日频频露脸全美多家电视大台，拿所谓中方可能对俄提供致命武器说事。那您对此有何观察？好的，主持人，我认为美国高官跳出来密集发声，反复纠缠，拿子虚乌有的所谓预设场景来说事儿，那么这种协同行动呢，很不正常，也很耐人寻味。有美媒就统计，昨天沙利文他上了3家全美电视台，露脸3档新闻栏目，分别是 NBC 的会见媒体，那么 CNN 的国情咨文，以及呢 ABC 的本周。而伯恩斯他上的是 CBS 的面向全国栏目。1周前，国务卿布林肯也是在这档电视新闻栏目中大谈对俄提供致命武器的所谓后果。美国全国性的电视台呢，实际上就这么几家，白宫国安高官几乎上了个遍，接力来发声。美方就是要以这样一种所谓少见的规格上电视，强炒所谓对俄武备供应的议程。现在呢，缺席白宫造势放料与访谈安排的就剩福克斯新闻台一家了。但是众所周知，这家媒体呢，当年被戏称是特朗普频道，和拜登政府呢本来就不对付，所以被白宫选择性的忽略。美方高官轮番登场，当然呢有俄乌冲突迈过1周年门槛的这个时点背景。最近这段时间的国际外交舞台呢，俄乌冲突无疑是头号关注的这个议程。
作为负责任的大国，中国在冲突1周年当天发布了12点立场文件。那么，此外，武器供应也确实是决定俄乌冲突走向、考验冲突双方的一个焦点。拜登上周五接受电视采访，他再称美方不会向乌克兰提供 F-16战机。那么，泽连斯基在拿到主战坦克之后，争取攻击性武备的努力算是阶段性的受挫。英国国防大臣月初更是公开喊话，呼吁乌军省着用火炮炮弹，因为北约国家也快耗尽库存，供应不过来了。那么以美西方阵营国家之重，军火商生产能力之强，在某些个关键武备上，军援乌克兰尚感力不从心。那么正在遭受极限制裁的俄罗斯，自身的军备供应就更是压力山大了。甚至已经有军事观察家注意到，目前俄罗斯在冲突前线已经较少使用精确制导炸弹。那么就因为它的这个供应严重受限，已经成为俄罗斯方面的难言之隐。所以当俄乌冲突打到第2年，俄乌大打消耗战的这样一个趋势是越发变得明显了。所谓致命武备的供应矛盾与压力也变得越发的突出。那么这是美方高官不断拿武备供应说事儿的一个主要的动机。但是我也要在这里强调，透过现象看本质，美方的更大的动机其实是对华打所谓的信息战、认知战。那么这才是更值得中方警惕的动向。为什么您认为炒作所谓攻俄致命武备是美方对华信息战、认知战的一部分？这对中方有何警示呢？如果说俄乌在现实战场的攻防对决硝烟弥漫、杀声震天，那么在虚拟战场的这个舆论攻守同样是刀光剑影、战况激烈，甚至外界普遍认定俄乌舆论战、认知战的这个烈度与强度丝毫不输现实的战场。一定程度上，正是对舆论战、认知战的全面布局、全情投入，乌克兰才能在冲突伊始成功抗击俄方的闪电战攻击，也才能够持续争取美西方的支持，并且重塑战争模式。所以美联社24号发自华盛顿的电稿就以此作为标题 ：World War in Russia-Ukraine War, Information became a weapon。言辞之战，在俄乌冲突中，信息成为武器。美联社就分析说，俄乌冲突不仅是欧洲大陆自2战以来爆发的伤亡最惨重的军事冲突，那么在坦克、飞机大战之外，这也是第一场以算法与 TikTok 视频呈现的大规模的军事冲突。那么后者也正是信息战和认知战的交战场域。提醒大家回想，1年前俄乌冲突打响之后，那么美方的高官曾经特别向媒体放料，说俄方发动特别军事行动之前，已经向中方提前通报。这当然是被政委的假爆料，但是却是美方在信息战、在认知战战场向中方发射的真炮弹。那么就美方认知战、信息战的主要目标，我个人认为可以用《华盛顿邮报》上周刊出的这篇周年观察文章的标题来做极简的概括 ：Biden rallies the West, but what about the rest？ 拜登成功动员了西方，但是世界其他国家呢？《纽约时报》的分析文章标题说，美国正在采取新的情报战略来打击俄罗斯及其伙伴国。当然了，这家美报它的另一篇观察分析的标题也在承认，美西方试图孤立俄罗斯，但是并没有成功。40多个国家参与了对俄的全面制裁，但是包括全球前2大人口国中国和印度在内的100多个国家，并没有追随制裁步伐。那么从舆论战、认知作战的这个角度来观察，我们会对美方密集炒作致命武器供应这一伪命题轮番跳出来对华刷瞎话他们的这个真实的动机看得更加清楚明白。今天美军一架 P-8A 反潜巡逻机穿航台海，东部战区组织兵力全程跟监警戒，发言人发表谈话。那您对此怎么看？美军这款反潜巡逻机最近可以说很窜，那么就像那些个在俄乌冲突议题上持续对华做各种攻击抹黑行动的美国安全高官一样，那么 P-8A 最近也是异常活跃，持续在中国周边海域打转，搞各种滋扰，也在持续以各种动作来抢关注、抢热搜。上周末 CNN 刚播出了记者登机飞南海，见证解放军歼11战机半飞拦截的这个视频与图文的报道。那么 CNN 记者登上的就是这 P-8A 反潜巡逻机，而且美军邀请的媒体记者也不止 CNN 一家。
今天施毅大校谈话称，针对美机的川航行动，东部战区组织兵力全程跟踪警戒，一切尽在掌握。那么解放军如何跟踪警戒，怎样掌握一切？ CNN 上周末播出的那段空中最近距离只有150米的伴飞视频，恰恰提供了场景的直击。坐在 P8 反潜机里的 CNN 老纪就说，他甚至可以看到歼11战飞在转头。美方视频记录的解放军女生保持安全距离，否则你将会被拦截的英文警告，也每个单词清晰可闻。 那么仅有的场景差别就在于 ，CNN 上周五记录的那一幕发生在南海空域，今天的跟踪警戒是在美机穿行台海期间上演。我们现在无法确认美军穿行滋扰的是不是同一架反潜巡逻机，但是呢，可以确认的是，美军搞抵近滋扰的那些个人，无论是空军、海军或者是其他军兵种，对于被跟踪警戒已经有了惯性的预期。你看，美军官员也在向 CNN 承认说，这是 A normal Friday， 是又一个正常的周五。那么类似的伴飞遭遇，如今几乎每天都在发生。所以呢，东部战区今天的跟踪警戒，看来是又一个正常的周一。那么这是施毅大校放言解放军掌握一切的底气所在。美军 P8 反潜机南海搞事，拉上美国记者，这呢也是美军作秀舆论战、认知战的这样的安排。但是呢，实战效果看来是玩砸了。美联社总结所谓俄乌舆论战、认知战的攻防战法之一是要抢在发布先。那么今天施毅大校的讲话，我认为就抢了先机。当然了，我更加期待未来我们的记者也有类似 CNN 登机记者这样的待遇，见证记录解放军跟踪警戒、掌握一切的大场面。好，谢谢管佑先生在线和我们分享您的观点，谢谢。近期，美国在芯片领域动作频频。韩国外交部官员日前透露，由美方主导并拉拢日韩和中国台湾地区组成的产业联盟性质的芯片四方联盟旗下半导体供应链韧性工作组16号在台北举行正式会议。值得注意的是，一周后，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发表演讲，宣布启动规模530亿美元的芯片法案计划。那么，美国近期的这一系列动作有何意图？为了配合美国的计划，被拉入芯片四方联盟的其他几方又做出了多大的牺牲？16号举行的芯片四方联盟半导体供应链韧性工作组会议由美国主办，美国在台协会承办。据韩国方面本月24号透露，韩国在台联络机构人士作为韩方首席代表与会，韩国外交部、产业部派司局级官员作为观察员出席。采用这一独特的会议形式，旨在遵守一个中国原则，避免给人以台湾与其他国家进行政府间协商的印象。所谓芯片四方联盟由美国总统拜登去年3月提出，虽然是产业联盟的性质，但具有明显的政治色彩，目的是将中国大陆的芯片产业排除在供应链之外。该联盟在去年9月召开首次预备性视频会议，韩国方面此前一直表示将基于国家利益斟酌是否参加正式会议，但上月在新年工作报告会上表态称，经通过工作组等新的合作形式，积极主动争取国家利益。25号，台经济部门官员表示，此次会议主要由美国推动，但仅为工作小组会议性质，讨论议题为早期预警机制，以提升芯片供应链稳定。台方官员还补充称，预警机制不仅局限于制造阶段，包含前端的材料、后端需求等都需要纳入，这才有助提升半导体供应链稳定。芯片四方联盟成员在半导体供应链中各有不同地位，美国主导设计、设备，日本为材料，韩国、台湾地区则负责制造。该名官员还透露，会议历时约1个小时，没有触及出口管制以及与中国大陆的关系。达到一定的运行之后，韩国、日本、台湾对大陆地区的出口越加严格，那实际上你就做了出口管制的一些实质性的内容。所以我觉得观察员也好，或者说韩方的表态也好，更多的是想稳住大陆的一个信心，也就是韩国把大陆当成是海外最重要的海外市场，他不希望这一块市场流失，所以他要跟美国方去斡旋，需要做一些对自己利益最大化的事情。为了配合美国搞所谓供应链韧性，台湾方面吃了不少哑巴亏。
台积电2020年5月宣布在美国亚利桑那州首府凤凰城设厂，最初承诺投资120亿美元，去年12月加码到约400亿美元。美国《纽约时报》本月22号的报道就透露，台积电赴美设厂引发了越来越多的内部质疑。高昂的成本、管理难题、生产材料短缺让项目陷入困境。报道采访了11名台积电员工，许多员工表示，该项目可能会分散对研发的关注，而这正是该公司长期以来的竞争力所在。一些人还说，因为可能存在文化冲突，他们对移民美国犹豫不决。一名去年从台积电离职的工程师表示，他认为最难的是人事管理，美国人是最难管理的。业内的专家也表示，台积电在美国投资从商业的角度来讲是不合理的，台积电可能是出于政治考虑被迫在美国设厂。然而，如果台积电拒绝去美国，会是什么下场？中国国民党籍前民意代表蔡正元近日在一档岛内政论节目中说，如果台积电不去美国，谁敢保证美国不会炸毁台积电？他表示，炸毁台积电的说法也不是他说的。2021年，美国的兵推里面已提出来了。他还举例说，美国要求德国不能买俄罗斯的天然气，但德国不听，北溪天然气管道就被炸掉了，也没人敢查。假设台积电哪一天发生火灾，也没人敢查。在试图缓慢掏空台积电的同时，美国还在计划为本国芯片业注入大量资金。上周，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在一次演讲中表示，美国将利用规模530亿美元的芯片法案资金，在2030年前创建至少2个尖端半导体制造产业集群，将半导体制造厂、研发实验室、组装芯片的最终包装设施，以及支持每个阶段运作所需的供应商聚集在一起。 Each cluster will include a robust supplier ecosystem,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facilities to continuously innovate new process technologies, and specialized infrastructure. 雷蒙多还表示，美国大力发展芯片制造的政策出发点是保护美国的国家安全。他强调，美国在半导体领域持续落后，这除了给美国带来经济威胁外，还对其构成了国家安全风险。我觉得美国目前的芯片法案其实侧重点就是在于对于移至美国建厂的海外公司进行补贴，并且你还构建了排华性的条款。如果拿到了你的税收补贴，拿到了你的这个相关的减免，那我就不能10年之内不能在中国增资扩厂。那这是非常有毒丸性质的，就是非此即彼。所谓的国家安全是什么？是你基于自己的产业相应的发展，不会有排他性的条款在里头，所以你这个是一个自相矛盾的。在演讲中，雷蒙多还自曝家底，称美国制定了2套战略，以应对在芯片上来自中国的竞争，一个是进攻战略，一个是防御战略。防御战略就是出口管制，不让中国获得我们的超高端技术，但进攻性战略更重要，这就是投资美国。芯片法案就属于进攻战略。这2个战略它是同时迈进。那现在来看呢，它是相当于是国内的，比如说我的补贴、税收减免能更好的到位，那我就一步推到底。而对外的政策，我还需要联合盟友进行广义的出口管制，而这个进程会相对的缓慢一点，但是我会锲而不舍的去做。事实上，作为外部势力的美日，近年来不断通过打台湾牌来渲染地区紧张局势。根据日本经济新闻23号报道，日本智库替川和平财团上个月进行了设定背景为2026年的台海危机兵棋推演，参与兵推人员约30人，包括前日本自卫队军官及美日的学者和研究人员。推演结果显示，战争在2周后结束，美日及台湾方面惨胜，对手则因补给中断而战败，但代价是台湾方面损失18艘军舰、200架军机，死伤及被俘虏共计13000人；美军损失19艘军舰、400架军机，死伤10700人；日本自卫队则损失15艘军舰、144架军机，死伤2500人。岛内舆论就分析，所谓惨胜的说法，只不过是为将来如果两岸发生冲突时，美日不出兵的做法找个台阶下。惨胜，但是其实你以为
因为结果是惨胜赢了，所以日本有信心，美国人有信心，所以会来帮我们协防。刚好相反，我告诉你，这个智库的推演的结果在告诉美国人，告诉日本人，我们去的话会很惨哦。他给出的一些结论呢，实际上从军事上来讲会有一些问题。你比如说，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美日，包括其他方面的这个战机的损失啊，可以说是我们的损失的所谓的数倍。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那么制海权到底是归于哪一方？包括我们说这个中国人民解放军在本土作战情况下怎么会出现所谓后勤的这种问题啊？那么它的这个推演的规则，其实呢是可以把结果导向他所希望呈现的结果。值得注意的是，此次日本智库的兵推结果与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去年底进行一次涉及台海冲突的兵推高度相似。该美国智库同样假想2026年台海爆发冲突，通过24轮推演，预测出这场冲突美军惨胜，包括美海军将损失2艘航母、10至20艘大型水面战舰、3000余名美军阵亡，日本将损失超过100架战机和26艘军舰。曾任台湾方面陆委会主委的苏起1月底接受岛内政论节目访问时表示，他通读了美智库事后公布的一份165页的兵器推演报告，发现惨胜的结果完全建立在几个非常模糊甚至是虚无的前提下。比如，该兵推第一个条件就是台湾方面抱有所谓打到底的决心，但从去年岛内9合1选举，民众用选票教训民进党抗中保台意识来看，这一条件完全不具可能性。第二个话呢，就是美国立即介入。好，很快立即，他没有讲多久，1天2天，他讲三天再介入的话都太晚了。美国就越晚介入的话呢，美国就会死伤越重，甚至于最后会输得越惨。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很大的问号，因为美国距离那么远嘛。啊，美国最近的地方，譬如说你从那个琉球冲绳那边过来的话，它只有45架飞机在那边。它这样过来的话，那大陆是有1000多架飞机在大陆，所以这个美国实际上是来不及的。可是美国是假定它来得及。此外，如果美国要迅速介入台海冲突，势必需要利用日本的军事基地作为跳板。但日本若出界的话，无疑表示将介入战局，这将使得日本成为解放军打击的目标，日方的态度就会变得微妙。实际上，美方利用台湾问题服务自身战略利益，已经到了无所不用其极的地步。中国国民党国际部主任黄介正日前撰文表示，他去年8月前往夏威夷出席一场关于台湾问题的论坛，题目竟然是“台湾沦陷后的世界”，邀集专家分别从美国、澳大利亚、日本、韩国、印度、欧洲6个不同角度分析台湾所谓沦陷后对各国所造成的影响。而该论坛的研究报告已在今年1月正式出版。分析认为，单单是使用沦陷来描述台湾问题，就已经说明相关论坛带有极强的倾向性。而事实上，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大陆和台湾同属一个中国，这一事实从未改变，也不可能改变。祖国必须统一，也必然统一。黄介正也在文中质疑，为何美国要设置所谓台湾沦陷这样的命题？我们是否在潜意识里接受了另类的认知战？莫名的自己走上想象中台海必有一战的失速列车。我们如果要避免台湾沦陷后成为美国或国际的思考主轴，应该就要有别人想让我们打，但我们有让台海打不起来的主动作为，更不能有备战忙自己建军与避战靠别人对话的不平衡且不负责任的思考。我必须要提醒大家，你会发现，就算他对外宣传的兵推，他里面其实是没有台湾老百姓的人命的。他心里想的就是我如何确保我仍旧是世界霸权，然后怎么拖住中国大陆，这才是他的思维逻辑。他不会从台湾人的人命啊、未来啊这个角度去思考问题。美国讨论类似的话题，目的都是为了增加美国在相关方向上的军事存在的理由。那么给美国在国内去扩军备战去找一个合理的借口。实际操作层面，美国人很有可能在把相关的预算拿到手之后，把相关的这种所谓军事力量部署完成之后，那么并不会真正的用这个现在所描述的一些方式去参与到有些有关的这个冲突和危机之中，即便这些冲突和危机是由美国人自己炮制出来的。那么这种制造本身反过来会进一步让这个区域的和平稳定的安全局势发生恶化。
日本共同社近日在对多名日本政府相关人士进行采访时，获悉了日本陆上自卫队干部曾被吉布提军方扣押的丑闻，起因是日方疑似偷拍中国驻吉布提基地的军人。自2017年中方应吉布提政府邀请，在当地设立后勤保障基地后，日方就从未停止过窥探行为，这也反映了日方在军事安保方面对华的消极姿态。对此，在日前举行的中日第17次安全对话上，中方表明严正立场和严重关切。共同社26号的独家报道披露，2021年10月前后，陆自部队司令部的情报幕僚和地区情报班长2人用智能手机偷拍中国军人，被吉布提军方的共和国警备队发现，随即扣留并没收偷拍手机。得到消息的当地日本大使馆向吉布提国防部等提出了抗议。经过10几个小时的交涉，涉事2人才被释放。据日媒报道，日本自卫队员被当地有关部门扣留或差点被扣留的情况曾多次发生，而该次事件为拘留时间异常长的一例。事实上，自2017年8月中方保障基地投入使用后，日方就蠢蠢欲动，伺机拍摄。当年12月，日本 NHK 电视台连续2天播出其偷拍中方基地的新闻。画面包括基地多处办公建筑、住宅楼、直升机库及执勤的军人，既有长镜头的整体拍摄，又有外围围墙的偷拍。日方还通过卫星照片窥探分析中方建设的直升机机场和驳船码头。NHK 在报道中说，中方基地被厚度达8米的高墙所包围，坚固的设计令人想到了著名的万里长城。还有报道指出，日本对中国海外军事力量一向疑心较重，不仅窥探偷拍中方基地，还曾干扰过停靠吉布提港的中国护航舰艇。同样是在2017年，日本军舰派遣蛙人抵近中方舰艇，中方采用了光电照射、喊话警告等驱离措施，这也是首次传出中日在吉布提发生摩擦的消息。我觉得呢，这个可能和日本民族文化以及呢他们喜欢呢收集一些情报，有很大关系。日本人呢，他们最喜欢的就是用照相机来拍摄，无论走到哪儿，又是录像又是拍照片，通过拍照做一些记录，然后呢从中能够分析出一些情报方面的信息。那吉布提方面的警察呢，把日本这2个陆上自卫队的军官给逮捕，也说明呢他们对中国还比较友好，是出于对中国军人保护的这样一个想法。近年来，日本在安保领域蠢蠢欲动。去年底，岸田政府发布新版安保政策3文件，强调拥有反击能力，并透露了采购大约500枚美制战斧巡航导弹的意向。27号，日本首相岸田文雄正式对外公布，日本计划采购400枚美制战斧巡航导弹。在当天的众议院预算委员会会议上，岸田表示，采购战斧是用以增强反击敌方导弹发射基地的能力，计划在2026年实现部署。据悉，日本政府在2023财年的预算中，为采购这批战斧编制了约2100亿日元，约合15.4亿美元的预算。按照日本执政党提出的时间表，预算案将在28号紧急提交至众议院全体会议进行表决。本月22号，在时隔4年重启的中日第17次安全对话上，中方明确就日本推进强军扩武，在防务安全政策文件中渲染中国威胁，在周边地区加强同域外势力军事安全勾连，在台湾、南海等事关中国核心和重大利益问题上不断出现消极动向，表明严正立场和严重关切，要求日方纠正错误，摆正认知。同时，双方商定在两国防务部门海空联络机制框架下保持密切联系，尽早开通直通电话。中日2国呢达成开通这个直通电话已经很多年了，前几年呢又达成呢关于海上问题进行沟通的直通电话，但是呢都有了这样一个框架协议，一直呢没有落实。那这次对话呢，要落实这样一个呢相互直接通话的安排，我觉得呢，会对中日关系有进一步的推动，因为特别是海上这样一个直通电话，能够呢消除双方之间在海上可能存在的误解。好，相关话题马上来连线特约评论员刘和平，刘先生你好。
美国主导并拉拢韩日和台湾地区组建的芯片四方联盟举行半导体供应链韧性工作组正式会议仪式，您怎么看？其实，关于美日韩和台湾地区组建旨在排挤中国大陆的芯片四方联盟这件事情，拜登政府是一上任就在推动的，但最终的结果却是只闻楼梯响，不见人下来，也就是只见美国在嚷嚷，却不见有实质性的动作。这背后的原因并不是卡在日本和台湾方面身上，这两方一直在积极响应美国的号召，而是卡在韩国身上。韩国一是因为在半岛问题上有求于中国，不敢跟中国撕破脸；二是因为韩国不想在芯片出口上失去中国这个庞大的市场。那么这次会议的召开，这不仅意味着嚷嚷多时的芯片四方联盟终于正式落地与启动了，而且意味着经不住拜登政府的威胁与利诱，韩国的态度终于发生了微妙的变化。那对于这次芯片四方联盟首次正式会议所讨论的主题，您作何评论呢？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全世界都知道，美国组建芯片四方联盟的目的，就是为了跟中国打一场高科技战，把中国排挤在他们的供应链体系之外。然而这次会议却是压根就没有提到中国，更没有探讨对华芯片出口管制，而仅仅是探讨了如何确保四方内部芯片供应链的稳定的问题，甚至是为了避免在一中问题上刺激中国大陆，会议还交由一个半官方机构美国在台协会来承办。我认为这样一种做法恰恰反映了拜登在政治上的老道，或者说是阴险。他在处理任何存在内部分歧问题的时候，都喜欢把真正的目的先隐藏起来，先从最外围，也就是大家都能够接受和认可的共识来做起，然后再一步步图穷匕见。比如在印太战略上，为了顾及印度的忧虑，就先从构建印太经济框架来做起。纽约时报日前就报道台积电在美设厂面临的尴尬处境，有党内舆论就认为，假如台积电不去美国设厂，那美国就有可能像炸掉北溪管道那样毁掉台积电。那对此您又怎么看呢？我认为这个说法很耸人听闻，但在逻辑推理上似乎是站不住脚的。首先，北溪管道究竟是谁炸的，当前各方都没有实质性的证据。其次，就算我们认可美国资深调查记者克什的爆料，假定是美国炸的，那美国这样做也是符合美国自身利益的，一是可以进一步打击俄罗斯经济，进而打击俄罗斯的军事能力；二是可以进一步切断俄欧之间的能源依赖，让欧洲进一步倒向美国。而在芯片生产上，美国是主导设计的，日本是主导材料供应的，荷兰是提供光刻机的，台湾地区这是主导制造的。一旦台积电被炸，不仅全球的芯片供应链会彻底瘫痪，美国更是首当其冲。因此，美国不会因为台积电不肯赴美设厂而炸掉它，只会在两岸统一，也就是台积电有可能会落到中国大陆手上的时候，美国才会这样干。好，谢谢刘先生在线和我们分享您的观点，谢谢。当地时间26号，俄罗斯媒体播出了对俄总统普京的最新采访视频。普京在采访中谈及俄乌冲突、俄与西方关系、北约核能力等话题。普京明确表示，北约国家向乌克兰输送武器等于参与俄乌冲突。普京还提到，俄罗斯不反对北约国家参与讨论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相关事宜。除美国外，未来的条约有必要将英法的核武器纳入考虑之中。普京在接受俄罗斯第一频道采访时表示，一些北约国家向乌克兰提供武器，实际上就意味着北约已经参与了俄乌冲突。西方国家参与俄乌冲突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分裂和摧毁俄罗斯联邦。局面之所以发展成现在这样，是西方国家企图在苏联解体后独霸世界，而俄方不得不对此做出反应。他说，世界必须改变，必须建立一个新的多极世界，这个世界不能仅仅为了美国的利益服务。Такая позиция, борьба за многополярный мир, за уважение всех и каждого на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й арене, за учет интересов каждого, она, нисколько не сомневаюсь в этом, возобладает.
中国人民大学欧亚研究院研究员刘旭在深圳卫视记者采访时分析指出，俄方一直希望西方把俄罗斯当成一个平等的合作伙伴，但长期以来北约没有做到这一点，所以普京希望重新建立一种平等的秩序。另一方面，俄罗斯的军事行动目前面临着美西方以及国内的双重压力，普京希望西方能变换一些立场，同时也是用相关的表态争取国内的支持。普京也是看到了西方国家对乌克兰的这种长期的援助，将使这个俄罗斯在它的军事行动方面变得更加困难，所以这一方面也是对西方国家提出进一步的这种要求。那么要使这个西方国家在这样的一个局面下能够变换一些立场。那么另一方面，就是普京其实也面临着一定的国内的压力啊，对俄罗斯这个国家来讲，其实要耗费巨大的这个经济成本，还有这个社会成本。那么如何能够使国内的民众更团结起来，共同来支持这样的军事行动，对普京来说是非常重要的。普京还重申，他不反对北约国家参与讨论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相关事宜。俄罗斯不仅应该考虑到美国的核潜力，还应考虑到包括英国、法国在内的所有其他北约国家的核潜力。不过，在美国支持乌克兰的情况下，俄方无法想象美国军事人员在俄核设施巡视的情景，这很可笑。Все ведущие страны НАТО объявили своей главной целью нанести нам стратегическое поражение. С тем, чтобы наш народ страдал, как они говорят. Как же мы в этих условиях можем не учитывать? 2月21号，普京在发表国情咨文时宣布，俄罗斯暂时停止参与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使得俄美间仅存的军控条约陷入停摆。普京当时称，北约不止一个核大国，美国、英国、法国都有核武，并且针对俄罗斯，美国副国务卿纽兰24号接受俄塔斯社采访时曾称，如果俄方做好准备，美方也已准备好同俄方就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进行谈判。纽兰还称，美方已经准备好同意接受相关检查。从俄罗斯的角度来讲，因为长期以来俄罗斯最担心的就是北约的持续的东扩，还有就是在俄罗斯的周围要部署重武器。那么现在俄乌冲突的发展，使得北约有这个机会，也有这个能力去进行这样的一个部署。那么其实对俄罗斯来讲，其实是一个非常重大的威胁。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则在俄消息报发表文章称，西方国家继续向乌克兰输送武器，阻止任何恢复谈判的可能性。俄罗斯外交部当地时间24号列出了通过外交途径解决俄乌冲突的条件，其中包括西方国家停止向乌克兰援助武器和雇佣兵，以及乌克兰在实现非军事化后恢复中立。而同一天，泽连斯基表示，现在没有与普京进行谈判的可能性。乌克兰正准备对克里米亚发动攻势，乌方正在专门为此任务组建新的部队，并在国外培训士兵。另据乌克兰独立新闻社26号的报道，乌克兰总理什梅加尔接受德国媒体采访时表示，乌克兰在未来100年内不会与俄罗斯和解或合作。刘旭认为，乌克兰现在士气正盛，而且乌方也非常清楚，如果没有西方的援助，自己是没有能力单独面对俄罗斯，所以乌克兰会坚定既定的依靠美西方的方针。美国是整个西方国家里对乌克兰最大的援助者，美国援助的武器和程度比所有西方国家加起来还要多。乌克兰提出克里米亚这样实现起来非常困难的目标，就是为了向美国表决心要军援。把这样的很困难的目标能够提出来，其实显示了乌克兰一个非常重要的决心，也是以此来向西方证明你们可以对乌克兰进行更多的支援。俄乌冲突延宕1年，美欧的厌战情绪也逐渐升温。继首都柏林25号超过5万民众聚集反对西方国家向乌克兰提供武器后，当地时间26号，德国拉姆施泰因空军基地附近也爆发大规模示威游行，抗议北约和美国、德国政府向乌克兰交付武器，并要求进行和平谈判。Das, was im Moment geschieht, das ist so irre, so gefährlich, und die Deutschen, die treiben diese Kriegsspirale richtig auch noch voran. Die sind einfach, die dienen der USA sehr brav. 同一天，意大利热那亚和米兰也爆发示威游行，其中热那亚有4000名示威者参加了游行，要求停止使用热那亚港口向乌克兰运送武器。